白龙王这个名字曾经响彻东南亚，在香港娱乐圈也有广泛的影响力，因其预言和建议非常准确而出名。据传，香港半数以上的艺人都曾得到过他的指点。2013年8月17日，享年76岁的白龙王在泰国不幸离世的消息传出，随之震惊了整个香港娱乐圈。9月1日，在他的葬礼上，前来吊唁的宾客可谓是群星云集，巨星们纷纷发文悼念，就连曾志伟也是跪地痛哭不止。知名女星舒淇也在微博上发布悼词，谢谢您的教诲，知道您一定一路走好，心好有好日 ，Rest in peace。那么这位白龙王到底是何许人也？他又怎么会引得港娱明星对他追捧至极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这位港娱明星心中的大师白龙王。白龙王一词最早来源于中国道教的五帝龙王信，是古神话中的四灵之一。与四海龙王一样，白龙王是掌控西方的神，但今天我们要说的却是一位来自泰国的华裔。白龙王只是大家对他的尊称，他本人其实姓周，全名周青南。1937年6月出生于广东潮州，后来和母亲移居泰国，在泰国清莱生活过一段时间。1950年13岁的周青南前往泰国谋生，青年时又搬到了春武里府，并在那里娶妻生子。关于他成名前的背景坊间有许多传闻，有说他是个电器维修师，也有人说他是卖摩托车的。总之绝对不是什么出身不凡的人，身世经历更是和普通人没啥两样。那他为何会被称为白龙王呢？这一切还要从他13岁时的一场梦说起。不过这场梦境带有些许神秘色彩，究其来源可能是他的追随者，或者是他本人的叙述。周青南本人也是在13岁的这场梦境之后开了天眼，梦中太上老君身边的白龙王显灵，与他促膝长谈了许久。可惜年纪尚小的周青南并没有悟出其中的真谛，梦醒以后也逐渐把此事抛到了脑后。直到10年之后，已经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的周青南再次做了个非常奇怪的梦，梦境中他又看到了那个白龙王，对方在他周围环绕一圈后对他说，这一世我将附在你身上，你要积德行善，为世人答疑解惑。说完嗖的一声销声匿迹了。睡醒之后的周青南只觉得此前的工作劳累积攒的疲惫感没有了，浑身轻松了不少，仿佛被打通了任督二脉。回忆起刚刚梦境中白龙王对他说的话，周青南只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，于是决定践行承诺。随后的日子里便开始行善积德，每逢周一到周四他就在店里挣钱，周五到周日便专心为人卜卦预测未来之事。起初街坊邻居里知道周青南在为人预测吉凶，但没有几个人愿意相信他。直到有一回一位顾客专程来找他买摩托车，却被他当面拒绝了。至于为什么拒绝，顾客自己也搞不明白，周青南自己也不愿说明其中的缘由。双方争执了半天，愣是没做成这单生意。本就郁闷至极的顾客转头便到了他竞争对手的店里买了摩托车，随后更是把此事添油加醋的对周围朋友吐槽一番。一传十，十传百的，周青南有生意不做的名声很快被传开了，店里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差。顾客本以为这样就能搅黄周青南的事业，却不曾想还没过多久，他买的摩托车就丢了。想着此前周青南万般不愿卖车的场景，顾客也是气急了，他跑去质问周青南为何不提前告诉他会发生丢车这种事情。结果周青南也不着急，只是思考一会儿就说，你接下来就会交个好运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当地警方在检查来往车辆闯红灯的记录时，发现了顾客丢失的那辆摩托车。摩托车失而复得，顾客对周青南生出了莫名的崇拜。在他的宣传下，附近居民慢慢知道了周青南的厉害，便开始陆续有人找他卜卦预示。再后来，一位做买卖的商人因为总觉得事业不顺，难以找到合适的发展机会，苦闷之余经人介绍来到这里，想让周青南为自己占上一卦。周青南在见到他后沉思片刻，就告诉他该如何经营。商人回去之后按照他的指点，生意果然变得好了起来。还清所有债务后，商人为表心意，特意为他盖了一座庙宇，号称白龙王祖师。自此周青南便有了白龙王这个称号。随着庙宇的建立，白龙王算是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，前来参拜上香的信徒越来越多。但很快有民众发现，白龙王的卦大多数都有赌的成分，并不像传言中的那样料事如神。直到一个名叫黄创山的贵人出现，才让他开始真正扬。1950年出生在曼谷唐人街的黄创山，祖籍广东潮州，父亲是泰国华裔富商黄子。早年因为性格顽皮，黄创山被父亲送到香港上学。毕业后，他接手了香港金工足球队，
并在商业圈大放异彩，成为妇孺皆知的青年才俊。80年代初，华基泰公司获得彪马用品在中国大陆和泰国的代理权，黄创山作为泰国业务总代活跃于华裔商圈。此时的黄创山虽是商业巨子，有着诸多业界人脉，但生性莽撞，做事有些飘忽不定，急需一位大师来帮他镇定心神，指点迷津。恰好白龙王靠着这些年帮人卜卦预测，有着丰富经验，在春武里的意见斋堂，两人互相认识后相谈甚欢。该斋堂供奉白、金、青3位龙王，替信徒们消灾解难。3位龙王本来相安无事，但近些年他们突然各自分家立庙，或许是两人一见如故的原因，黄创山笃定白龙王会给自己带来好运，索性变成了白龙王第一个正式的港圈信徒。在白龙王的指点下，黄创山的事业的确发展的顺风顺水。1983年，在黄创山的引荐下，白龙王接触到富商林百欣，林百欣将他视作家中专职的风水大师，对他的话也是言听计从。而林百欣在香港投的第一块地，就是白龙王给他亲自把关购。当时白龙王跟他说，一定要拿下这块地，花多少钱都无所谓。林百欣听后果断拿下了那块地，而那块地正是位于荔枝角的立新大厦。从那之后，林百欣开始投资房地产，身价也随之暴涨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林百欣还给白龙王捐了一大笔钱。1987年，白龙王用150万泰铢买下了56000平米的一块地，之后又花费了1000万泰铢建立了白龙王庙。靠着黄创山帮自己在外宣传和造神运动，白龙王在香港艺人间也是赫赫有名。当时一位名叫向华胜的商人找到白龙王，希望他能帮自己指点迷津。向华胜可能大家并不熟悉，但说起他的哥哥向华强，相信大家就并不陌生了。当时向华胜和向华强共同组建了一个影视公司永盛电影公司。所以说向家当时在香港靠着新义安的背景广为人知，按理来说在当时港娱的环境下，公司发展应该会顺风顺水。可谁料永盛自成立后出品的几部电影都接连亏损，公司陷入了困顿，束手无策之下就托关系找到了白龙王，想让他为公司沾上一卦。白龙王看看向华胜，摸了摸他的头，沉吟片刻道，未来你不可花心，心定事业自然就稳定了。自此之后，向华胜沉寂了不少，与此前跟他有绯闻的女星慢慢斩断了关系，公司的运势也有所好转。见识过白龙王的实力后，向华胜便对他十分尊崇。在他跟张玉山谈恋爱时，还曾带着女方去见了白龙王。当时白龙王只是看了一眼张玉山，便对向华胜说，他就是你的运财童子，你一定要和他好好相处。有了白龙王的这番话，向华胜一改以往花心的作风，开始一心一意地对待张玉山。于是隔年他的大运便真的来了。1991年，王晶导演与华盛影视展开合作，陆续拍了《赌神》《逃学威龙》等作品，广受好评，也奠定了华盛影视的业界地位。同时，公司旗下艺人周润发、刘德华、周星驰等开始迅速走红，成为港娱乃至国际知名艺人。而白龙王也正式与娱乐圈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有了向氏兄弟撑腰，白龙王迅速成为娱乐圈的风水大师，许多明星艺人、老板都慕名而来找他卦。2002年，知名导演林建岳正在筹拍《无间行者》，可自从开机后，剧组经历一波三折，眼看着剧组被折腾得人心涣散，走投无路下，林建岳专程前往泰国，恳请白龙王出面化解危机。白龙王沉吟片刻后，告诉他片名不能是4个字，要换成3个字。林建岳思索片刻后，便决定把片名改成《无间道》。白龙王听后连连夸赞名字好，随后又伸出3根手指，告诉他拍3部曲必成经典。之后又专程为全剧组做了法事。果不其然，从那天起，《无间道》拍摄途中再也没有阻碍，上映后更是一举夺得当年香港电影票房冠军。此后，林建岳和刘伟强联手，再度携手拍摄《头文字 D》。而对于男主角的人选，双方各有主张，于是便求助白龙王来做评判。白龙王指着周杰伦的照片道，他是你们要找的人。最终周杰伦不负众望，不仅票房大卖，还一举拿下了金马影帝。反观当时男主角的2号人选陈冠希，不久之后就因为艳照门事件宣布永久退出娱乐圈。提及陈冠希，不由得就会让人回忆起娱乐圈的时间管理大师罗志祥，而罗志祥此前也与白龙王有交集。2007年，罗志祥曾慕名前去泰国求见白龙王，白龙王告诉他，事业还能够继续红10年之久，但是若想继续走下去，就必须戒色。此时罗志祥正和 SHE 里的 Selina 传绯闻，不过返台后他就把重心全部放在事业上了。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，罗志祥开始迅速走红，成为演艺圈偶像界里唱跳俱佳的一哥。不过2011年，罗志祥却在《康熙来了》中爆出当年为事业戒色都是空穴来风。更接近女生
这么烦？他找戒色啊，他没有说多久几天啊，我当天就戒1天啊。结局大家都知道，抱着侥幸心理的罗志祥在事业顶峰栽到了前女友周扬青手里，靠着预测的准，港娱明星艺人把白龙王的话当作真理，像刘德华、梁朝伟、成龙这样的国际大咖都会时不时来托他办事。其中白龙王与梁朝伟最合得来，他不仅认下梁朝伟做干儿子，弥留之际，他还把贴身佩戴的金链摘下交给了他。总而言之，白龙王对于梁朝伟的喜爱体现在方方面面，而梁朝伟也是将他视作帮自己获得新生的父亲，经常拜访，更是把他留给自己的金链当作护身符，随时随地的带在身边。然而别看白龙王这么器重梁朝伟，但他却从未接见过对方的妻子刘嘉玲。据说有一次，刘嘉玲和梁朝伟都已经快走到白龙王的门前，但还未进门就被白龙王拒绝，最终还是好说歹说，白龙王才只接见了梁朝伟，刘嘉玲只能独自一人站在外面等待。可梁朝伟从里面出来后，他还是没能见上白龙王一面，此后辗转多次求见也都不曾成功。好不容易借着结婚，总算有希望能见到白龙王，结果对方也只是让徒弟送来了祝福。当然除了刘嘉玲，白龙王的黑名单上还有一位大咖张国荣。当时张国荣已经身患抑郁症多日，在经朋友介绍后打算前去拜访，结果直到他离世，白龙王都没有与他见上一面。有一次双方本来都约定好要见面了，白龙王也已经到了香港，可就在临见面时他又取消了见面，对于其中的原因他也只字不提，以至于这件事成了一个巨大团。每年张国荣悼念日，粉丝们都会提起此事，也会不断的猜测，直到后来英皇老板杨受成在自己出版的一部书《蒸汽》中提到说，原来白龙王不去见张国荣，只因当时哥哥的气数已尽，就算是去见了也改变不了命运。既然张国荣是由于疾病缠身不被允许接见，那么刘嘉玲一没病二没灾的，为何他却迟迟不愿见面呢？对此也有网友解释，说是刘嘉玲的性格过于强势，外人根本没办法左右他的人生，即便白龙王真的接见他，给他说了些人生建议，他未必能真的听进去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不见。那真的是这样吗？前面我们也有提过，黄创山和白龙王是很合得来的朋友，两人相识后，黄创山没少替白龙王收集香港的商业及娱乐信息，靠着他提供的信息，白龙王对于香港自然十分了解，知道哪块地价值大，哪部电影要开机了，哪部电影的咖位如何，对于明星的事业有何影响等等，这些黄创山没少跟白龙王细聊过。如果哪个明星过来找他帮忙，白龙王就会根据信息娓娓道来，这样一来，即便有些消息并不怎么准，他也会利用已知信息给明星讲一些简单的人生道理，跟心灵鸡汤一样，没有任何深奥之处。2008年，有一位台湾网友慕名前去白龙王庙找他卜卦，结果网友表示白龙王并没有宣传的那么神，并呼吁大家不必前往。据该网友透露，自己凌晨2点排队到11点，耗时许久，但体验一般。与排在前面的一整团游客交流过后，才发现不管信徒问什么，白龙王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白龙王都会先问你的生肖属相，随后就知道你的年龄，接着他就会依据信徒的外表穿着讲话，一人最多只有1分钟的问询时间。网友此次是和一个朋友去的，朋友的脾气非常好，周围的同学同事都说他脾气太好，应该改一改，凶一点才能成事。轮到朋友问白龙王应该自己创业好还是要继续打工，白龙王说他脾气要先改好，不然做什么都没用，跟回复前面几人的说辞一模一样，除了说的话大同小异，没有任何深奥之处。白龙王给人开光的方式也很一般，像王林给人开光是需要经过多种仪式的，但到了白龙王这里，他只需要摸一摸信徒的脑袋，就算是给人开光了，俗称摸头杀。当然白龙王自己也知道，光靠着卖弄虚有的法力，总有一天他也会跟王林一样被人揭穿，身败名裂。为保住自己的名声，他为人处事也很是低调，给信徒们答疑解惑时也是竭尽全力劝他们一心向善，便是向他们传授百善孝为先的道理。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父母才是真神，对父母比神好一点，一切便顺顺利利。甚至他更是提倡拜神不要迷信，他接受信徒们对他的拜访，却从不主动收香火钱，给多给少要看信徒们自己的意愿，而他收到的大多数香火钱都用在了修建白龙王庙上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便白龙王在2013年不幸离世，港娱的诸多明星艺人敢冒着自毁前程的风险前来为他送别，而他遍布全球的信徒在他小女儿黄龙王接班后，也在帮着为白龙王庙继续延续香火。总而言之，与其说白龙王是神话中白龙王的转世，不如说他是教授级别的心理学
学大师。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，许多人面对跨界走的生活，难免会陷入彷徨和无措之中。此时也正是需要像白龙王这样的心理学大师来帮他们稳定心神，找到重获新生的方向。当然，有的时候人们愿意去相信像白龙王这一类的风水大师，并不是想要从中获取一些人生道理，而是深陷迷茫中的他们急需情绪的突破口，需要有人来倾听他们的苦楚，安抚他们受伤的心灵。而白龙王恰好最懂这一点，他那些不痛不痒的心灵鸡汤在外人看来并没有什么，但这些话语对于深陷命运低谷的人来说，的确是一味良药。白龙王有没有通天的本事，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但能肯定的是，白龙王并没有辜负白龙王对他的嘱托，一生都在致力于引导人向德向善。